假设你可以按照市场的状况去弹性调整你的提领金额，比如说市场好的时候，我就可以多领一些。好，因为我可能本来要50万，我现在可以领到70万、80万。那市场比较不好的时候，就是现在可能市场在下跌，这时候呢，我可以节省一下我的开支，我就可以领可能40万、45万或30万。所以我配合市场的涨跌去做一些动态的弹性调整。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确保你的资金在长期提领上不会提早花完，而且你可以延续你的提领期间。欢迎收听收看理财小时候，我们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多元观点，和你一起学习投资与理财，一起打造出有选择的人生。欢迎大家在 Podcast、YouTube 和 IG 订阅跟追踪我们。大家好，几个月前我们邀请杨董事长上节目，谈了机器人理财，也谈了一些动态提领，结果那一集受到热烈的回响，也引来更多的问题，都跟动态提领有关。那 Google 最近有一个数字，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Google 有一个服务叫 Google Trend， 可以看到某一个特定的关键词的搜寻的量。那在台股持续向上的过程当中，退休这个字的搜寻量也不断上升，是达到5年来的新高。而且大家如果看到那个线图的话，你会发现哇，最近关心退休的人非常非常多，难怪动态提领这个题目会这么热门。那很多人习惯了一辈子存钱带来安全感，所以到了退休，其实他们会很担心，看着账户的余额只减不增，就会有一些恐惧感跑出来，所以动态提领才会这么热门，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不过我们频道很多新来的观众，我们一开始还是请杨董事长自我介绍一下。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秀慧。那我目前是阿尔法金融科技的董事长，其实也是阿尔法机器人理财的共同创办人。那我过去在金融业有超过30年的时间，都在做财富管理。那后来我在50岁的时候就选择退休，然后创立的阿尔法金融科技。那最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 AI 机器人理财，也是现在时代背景上最需要帮助我们怎么打造好的财务目标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所以阿尔法这几年来就开始主张希望用 AI 投资长这样的概念，可以让人们可以很纪律的没有什么情绪的就可以自动完成他的投资目标，尤其是退休因为刚刚提到退休呢是现在大家很关注的议题，所以如果你想要退休，那这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不是退休金而已，最主要还是退休后你的钱怎么提领。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可以好好的谈一下什么是动态提领。其实会有这个议题，一开始是我认识的长辈他其实也算，我认为他蛮有钱的但是他常常担心的事情就是常常觉得他自己的钱不够用。那我就问他，你真的担心钱不够用还是担心其他的事情？他说万一其实我退休的时候其实是股市最高点怎么办？然后一路向下，到时候我不就是那个在股市里面的存股都配息越来越少，或者是那个市值越来越少，那怎么办？那想想也有道理所以我想请问杨董事长，就万一现在台股4万多非常热门，那我选择今天退休了，结果就开始大跌了，那怎么办？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种状况我相信很多观众在搜寻 Google 搜寻退休这个字也是在想这件事情吧，就万一大跌了我还能退休吗？那从理财的数据来看，市场是什么时候才是最好的退休时机好，我想这个担心是合理的啦因为大家一辈子都在想怎么样等到退休那一天，应该是他最大的愿望。那退休的话，一般人会觉得说我就是要存一笔资金当我的退休金，但是这个到底是资产还是最后变成遗产，这可能就是你退休后你要注意的一件事情。那现在股市真的是高点所以我在市场上常常听大家讲说，现在穷的只剩下股票就是好像每个人满手都是股票。那当你发现这个股市一直不断在涨，大家就想说那我干脆退休算了因为我这个自己上班的钱才一点点，还不如我专心来炒股。其实我自己觉得这不是一个太好的风气原则上就是说退休金的累积它也需要时间的那你透过非常短期的这种操作获得的钱，那一定要能守住，也就是他这笔钱不是再凹进去然后用你的赌性再继续去拉高这个筹码。我是觉得如果你能在股市里面赚到钱，那你就把这笔钱可以好好的留下来，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安排。好，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担忧我自己觉得它是所谓学术理论上的一种叫做报酬顺序风险，因为我们不太能决定我们
什么时候退休，尤其是很多上班族，他大概就是65岁公司就强迫你退休，所以那个时候到底股市是涨还是股市是跌，你是比较难控制的， 对不对？所以如果公司都强迫你退休，那可能那个时候你就要面临这种顺序的风险。那所谓它报酬顺序，意思就是说在你退休的那个时候，市场是涨还是跌，那决定了你未来退休金到底会变多还是变少。所以如果你在退休的那个时候刚好市场大跌，那这个时候代表什么？代表你的资产会缩水，所以有可能本来你可以用30年，那现在只能用20年，所以这个就是一种风险。那另外有一种人他就比较 lucky， 他可能就是在退休的当下市场开始大涨，可能本来都是比较低谷，后来他就开始大涨，所以他退休的这个时间他的资产可以慢慢累积，所以他就可以领得比较多，而且他资产会比较长期。所以面对这种报酬的顺序风险，其实就是应该做一些规划，确保你不要冒这么高的风险，担心你在后面等到你退休之后，万一你以后很长寿，那你后面要裸奔啊，因为你后面根本就没有足够的退休金，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这种风险。 OK， 哇，那这样子有点打破我的认知耶。所以现在股市高点大家就会想说，那我想退休，可是按照这样，如果现在退休，然后隔年下跌，哇，那我的资产就缩水。那所以这样，如果我倒过来想的话，如果现在股市是低点，那我退休反而是个好时机。所以高点不是退休的好时机，所以我应该多忍忍，如果就是没那么高的时候我们再来退。这个认知对吗？基本上我觉得啦，方向上可能是对，但是逻辑上我们要探讨一下。探讨的原因就是这样，因为你所谓的股市的低点，那是不是真正的低点，我们是没办法猜测的，我们是没办法猜测。现在股市涨成这样，那现在是高点吗？有可能它现在只是走在半路，也许还有更高点。那当你现在看到现在是股灾，可能是低点，那可能也是在半路而已，它可能是低点，再跌。对，所以市场是无法预测的，这是你感觉它现在好像相对高而已，所以是没有办法用这样去预测说我应该在这个时候退休。我觉得应该是要去看，那到底我现在退休金到了没有？那市场上有一个叫做到位率，然后这个我觉得大家也许可以很简单的去测试，到底你的退休金够了没有？也就是说，你未来要花的所有的钱，你把它换成现在的现值，那换成现值之后，跟你现在的资产你比较一下。如果大于1，代表你的到位率已经到了，代表你其实现在资产是足够的。那如果小于1，那就代表你其实要准备的钱还是不够的，所以代表你还不太能退休。所以如果你有这种到位率，那应该你比较能判断到底我现在要不要退休，而不是去思考现在市场涨还是跌。因为涨还是跌这是无法控制，所以你只能靠这种方式去确保你的风险降到最低。我觉得主要是分2群人啊，一种就是买市值型的，像0050、0006、08，另外一个是买高股息0056之类的那些投资人。那他们2种人在退休规划上会不会有所不一样？比如说高股息，我就想说他现在的配息刚好，比如说可以 cover 我现在的收入嘛，然后他就退休了。那0050的话就会跟市场波动的比较大，比较有相关性。那他们在退休规划上会不会有什么差异啊？我觉得有蛮大的差异其实这是一个蛮好的问题，因为你买什么商品最后也决定了到你的退休金这个成长的曲线跟大小那先讲就是买高股息我自己没有很建议买高股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高股息它的配息某种程度也是你本金就是你要看的不是你配息多少，你要看的是总报酬有多少。所以当他把这个息配出来之后，可能因为除息你的股价下跌，你总资产加起来其实也没有变比较多，你只是提早把这个现金拿回来使用，所以对你来讲它有一个比较没有弹性的地方。譬如说我这个买了一笔高股息，它的配息每年我可以拿到50万，好，但是也许你的退休金你其实只是需要40万，但是它会配你50万，所以变成你用掉40万之后，你另外的10万其实你已经离开市场，好，你已经离开市场，你不能参与市场的获利，同时你这10万还是一样要缴税的，所以对你来讲是浪费了，你应该让本金变大一点，然后你才可以参与市场获取更大的获利。那换句话说，如果假设这个人他需要60万的生活费而不是50万，所以当股息配给你50万的时候，那你又少了10万块，你势必要再从你的这个股票里面卖掉一些，卖掉10万。那这个时候有可能其实你的股票
这时候可能是在跌的，你就要把它卖掉。为什么？因为你不够，你需要多的10万，所以你把它卖掉之后，有可能怎么样？你已经卖掉了可能未来会涨的这些股票，所以就算股市涨，你也回不去了。这些涨也跟你都没有关系了。所以高股息的这种领息的这种数字啊，其实很难控制，怎么可以符合你想要的退休金？同时，我觉得它很难，就是随着市场可以不断的成长。所以来讲，这个市值型的 ETF，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因为其实高股息它大部分投资也是比较容易配息的一些标的上面，譬如说比较稳定的金融股啊，可能传产的股票啊。但是其实我们在这个投资上面，希望有一部分其实是可以去追求那种比较积极成长的。譬如说它是比较科技的啊，那这些股你可能都没有参与得到，资产的成长就没有办法快速的去参与这个获利，所以你应该用市值的股票去做一些弹性的股债配置，然后让这个配置可以去追求市场的成长，再透过动态提领的方式去提领足够的退休金，这样应该会比你买高股息来当退休金好很多。那我们来回到动态提领这个字上面，所以其实我们以前在讲退休的时候就有一个4% 这个概念，然后所以大家开始有了解到动态提领这个数字以后，发现原来我要随着市场的变化然后做调整。那到底我应该要怎么去做调整呢？因为我觉得这好像是个关键嘛，就是不一定是4%，然后随着市场好或不好，那做调整。那这个东西的核心概念会是什么？其实4%法则是大家都众所皆知的，然后那我们来探讨一下，到底4%法则到底适不适合我们哈？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就是如果你每一次都领固定4%的话，没有去考虑市场的涨跌状况，那我们就假设现在市场正在这个低谷，遇到股灾，长期都是低点的时候，那你想想，就是有点像你今天有一笔钱，那你又已经市值因为股票下跌已经变少了，你还要从这个市值里面再领出钱出来，所以这是双重的打击。所以很像你有一棵树，你要摘这个果子，但是这树没有足够的时间把果子长出来，你就把它整个果子都摘光了，你是提早享用了这些果实，所以变成你要慢慢的你的本金会越来越少，所以到后期有可能你要领的钱会越来越少。那这样就是因为你没有考虑到市场涨跌的问题，听起来会很可怕。好，那但是另外一种状况就是假设你可以按照市场的状况去弹性调整你的提领金额，比如说市场好的时候我就可以多领一些，好，因为我可能本来要50万，我现在可以领到70万、80万。那市场比较不好的时候，就是现在可能市场在下跌，这时候呢，我可以节省一下我的开支，我就可以领可能40万、45万或30万。所以我配合市场的涨跌去做一些动态的弹性调整。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确保你的资金在长期提领上不会提早花完，而且你可以延续你的提领期间。因为我们现在都讲说我们的平均寿命，我们就看平均寿命啊，比如说女生可能要80几岁，好，但是这个平均寿命其实也不是太客观，好，因为其实讲平均寿命的话，跟每一个人不一定都是一样，那所以你要看的就是我自己要不要多准备一些时间。假设我65岁退休，那我如果准备到90岁，那我需要25年的时间，但现在大家都在谈的就是你不会只活到90岁，因为现在医疗那么进步，还有 AI 出来以后什么那个 Google 那个得诺贝尔奖那个人说，大概10年后，大概所有的机密都被攻克。我说哇，太夸张了。对，所以我们现在都可以很长寿，活到100岁都没问题。对，所以我们有可能100岁、120岁，那你的缺口会越来越大。对，所以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功课是你钱怎么不花完。所以现在大家要问的不是说到底我存多少钱才够，我觉得现在要问的是到底多少钱可以让你足够这一辈子不会花完。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深的学问，所以大家要考虑的是这一段。实际上如果听众或观众朋友他想要知道自己准备的钱够不够，有没有什么方向或原则让他知道说原来所谓的多花一点，我可以多花到比如说我原本领个 5% 好了，然后我多花是可以花到 15% 吗？那少花是好多少变 1% 吗？可是这我就想想好像也不对，如果你就花 5%， 可是你的生活品质就是要这样子啊，那你难道退休以后我都去吃很简单只吃白饭配酱瓜吗？那好像生活波动好像也是一个考虑的点嘛， 对不对？这个在学术上有一个叫护栏原则，然后接着这个也教大家一下，就是这所谓的护栏就是你可以设一个最低提领率，比如说5%。
好，那这个护栏的话，你可以在这个 5% 上下各有一个20% 的这种空间。好，往上20% 的话，就是从 5% 再加 1%， 那就是 6%。好，那往下的20% 就是从 5% 变 4%。所以代表就是你有一个 4% 到 6% 的护栏。那假设你所有提领的金额跟你的总资产，你比较一下，它如果高过这个 6%， 就代表这时候你已经超过你这个提领的上限。那你这时候应该做什么事？就是你要降低你的提领金额，也就是你可以降低 10%， 也就是我本来可能领50万，我现在就不要领到50万，我降低 10%。好，那如果同样的你今天是超过了这个低标 4%， 代表你其实花太少了。你其实不需要对自己这么苛刻。对啊，退休不是应该苛刻。对，不要这么苛刻，你可以多花一点。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增加你的提领金额，增加 10%。那用这种护栏的方式的好处就是你可以随着市场的涨跌去决定你的提领金额，有一些弹性在里面。所以市场涨我就多领一点，市场差我就少领一点，所以这个才叫做动态提领。也就是你可以随着市场去调整你提领的金额。我觉得这一点是一个蛮基本的参考，大家可以试着用这样来做。那第二个我想要提醒大家，就是其实在动态提领的过程里面，还是要把你的钱分成3个水池。那这所谓的3个水池，第一个水池就是你一定要有紧急预备金的现金池。对，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退休之后，我们很难预测会不会有非经常性的支出。譬如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长照医疗的费用，是一个大笔的支出，那这可能不是我平常动态提领生活费可以支应得了的。那这时候我就需要一个足够稳定的现金流。那这个现金流我会建议就是你的退休金大概 10% 到 20% 左右，你就放在那边当预备金使用，为了被未来的这个可能长照医疗的费用去准备的。好，那第二个池可能就是你每个月要领的这个现金的生活费。那这个就是要靠市场用市值型帮你去赚取该有的这种获利，那同时你可以用动态提领去把它领出来，那你就会非常安心。那第3个词我觉得意思就是说，当你在这个退休的过程里面呢，你可能会需要去增加一些压力测试。所谓的压力测试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市场会涨会跌，那现在可能没有什么情况下，你的这个提领率可能就可以按照现在的状况，成功几率也可以高达 95%。但是市场万一有一个反转，就是很快速的反转的时候，那你就试着用100万200万的大额提领出来，去测试你的退休成功几率有没有降低。假设没有降低，那就代表其实是很安全的范围值。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安心的还有第3个水池。但是如果它压力会降低，代表你要调整你第2个水池，你第2个水池不能再用这个护栏，你要重新设定这个护栏的上下门槛，确保你也不会花得太拮据，但也不会花得太多。所以第3个水池我觉得是调节的水池，去确保市场的不预期的改变，然后去平衡调整，然后确保你的生活品质不会降低。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像原则上我知道就是自己的这些各种模拟啊，就是可能 AI 可以帮你算。那如果那个大家想要抓一个大方向的原则，那个护栏大概是是 20% 还是 30% 还是 40%， 然后原则上我们应该用 4% 5% 还是 6% 来动用自己的提领率，就是有没有一个大方向或者大数法则，就是可能这个方向还算 OK 的一个状况。其实我讲一下，现在大部分的人退休啊，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通膨率，会吃掉他的这个很大部分的资产。所以假设以一个上班族他 4.5 万的薪水，就45000块，他在30岁等到他65岁要退休，这35年的通膨只要算 2% 就好，他的这个实质购买力在65岁那天已经需要89000多块，所以代表其实他现在拥有的退休金，劳保跟劳退给他的钱加起来大概也差不多4万多块，所以他其实每个月都有一个大概45000块的缺口。那这个缺口就代表其实他有一个蛮大的退休金的这个问题，所以他在现在要去设计这个退休金的时候，他就要先看他的存钱的这个累积期有没有办法快速达到他的目标，因为每个人在设目标其实都会知道说我大概期望过什么样的退休生活，所以你现在先去设好这个前段。那你设好这个前段之后，你再设这个护栏，你应该就比较能知道你要把这个 range 设在什么样的空间是比较合理的。但事实上这个是动态调整的，但我刚刚讲的这个比例我自己觉得算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范围，20%，对，
大概就是20% 左右。那5%的提领率，我觉得算是应该讲偏高了，因为一般人都是讲4%嘛那你如果要保守一点，我建议你就用3%去计算，因为以4%法则来讲，它是说如果你每个月要6万块，那你一年要72万，你去除以那个4%，代表你的退休金要1800万。好，但是如果你再保守一点，你的提领率不要4%，你是3%的话，那你的退休金除以3%应该就是2400万。所以前期你要先考虑你的缺口，还有你现在有多少能力跟时间可以去累积这笔钱，后期你就要考虑这个钱到底有没有足够让你花得够久，而且花得够爽快，你会觉得哇很舒服。所以我会建议就是大概是差不多3%到5%之间的提领率，你看动态调整去上下20%的护栏，对，然后上下20%的护栏，你去用这样的动态调整，应该我觉得这安全度是蛮高的。讲到安全度这个问题啊，我前一阵子有看到一篇报道，就是很多提早退休的人啊，他们有在网络上发表一些他们的这美国那边的论坛啦，然后他们就说他们退休5年后，结果发现钱不够，结果要回去上班。我看了以后，其实觉得好惊讶你如果离开职场5年，尤其像现在 AI 进步这么快，你离开职场5年，你可能会回不去。对啊，那我就想说，哇，这个金额和那个提领率相关的问题其实是很重要的。杨总长讲到这件事，其实4%跟3%算出来的金额是不同的，是不同的。对，然后刚刚说1800万跟2000万，哇，足足差了600万，对，其实很多钱是估算这件事上，除了这个提领率相关的地方，还有没有什么大家会漏掉？刚刚有讲到紧急预备金嘛，还有什么方面是我们可能会漏算的部分？其实我们要安全的退休啊，我真的觉得不能有最后的防线说我要回去上班这件事okay, 就是绝对不能有退路，也就是你一定要完全100%确认你可以成功退休。我觉得这个就是退休规划里面的第一原则。如果你还要有回去上班的打算，那代表这个退休计划其实没有做得太完善了哈。好，那在退休的这整个规划里面，我觉得有几件事情不能漏掉。那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在退休的这个过程里面呢，第一个他的这个资产配置，我觉得是第一重要。还不是提领率，是资产配置。是资产配置，因为资产配置决定了他的油门跟刹车有没有控制得很好。因为我们在退休的时候啊，可以大致把它分为我们的退休前期、退休中期跟退休后期。那退休前期的话，通常我们刚退休，我们会花比较多钱。以前没有玩，都是全部拿去玩了，有没有？出国环游世界，以前想学的80天，对，以前想学的兴趣都没学，现在赶快积极的去学。所以你初期通常你会花比较多钱，这个时候我会建议他的资产配置要多一点在债券上面，不要花太多在股票上，去冒太高的风险。要花比较多钱，应该放多一点在债券上。对，放多一点债券，去防守你的资产。防守，不要让它有太多的股票的部位，去冒股市的风险。那等到退休中期的时候，因为相对比较稳定了，你也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时候，这时候你才去拉高你的股票比例。那你拉高股票比例的时候，是为了要再去多参与市场，去赚取更高的获利。所以中期你反而是要可以积极一点。那等到退休后期，当然其实你已经很清楚自己的生命差不多是什么样子的后期的一些资金规划，这时候你一样要再把你的这个债券比例再拉高。所以它很像人家说的微笑曲线就你的前期跟后期你的债券比例可以高一点。好，那但是这个资产配置其实它主要就是要控制市场的上下跌的问题。好，因为在基金理财里面，它其实有一个再平衡的机制，它可以控制你在市场偏离的时候，假设你股票太多，那它就卖掉一些股票比例，债券太少，我就买进一些债券比例。所以它会在你的调节上面让你一直回到原本的股债比例。那因为有这种一直24小时监控，又可以帮你自动调节的方式，所以你其实就不用担心的股债会偏离，也不用担心这个市场的波动。所以你只要能维持这个大的原则，基本上你的资产配置就可以控制你的风险，然后你长期的资金就会源源不绝。所以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做对资产配置。好，这个是很重要。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刚刚讲的提领率。好，这提领率的话就不能是固定提领，一定是要动态提领，随着市场的涨跌去控制。市场好的时候你就多领一些，市场差的时候你就少领一些，所以你能控制它的动态提领。那这样长期下来，
你的这个提领率会比一般的提领率会更高，而且你的成功几率也会更好，所以它就是因为动态的关系去调节的哈。那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要考虑通膨。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无形杀手你不要以为这个好像我有足够的3000万就足够我退休，因为你活了30年50年，你的通膨就要跟着你30年50年，所以这个资产是会缩水的，所以你一定要考虑这个通膨对你退休金的影响。所以这3件事情我觉得是在你退休的时候你一定要很注意的3个因子，不能漏掉这3个因子。只要不漏掉这3个因子，我觉得退休的规划应该会非常到位。了解，这真的有点反直觉，我觉得，因为大部分大家会认为说，就是年纪越大，债券比例要越高反而在退休的过程当中，一开始可能债券高一点，然后中间再把股票提升上来，然后到退休的，就是最后的阶段的话，可能就是要把它拉高，股票债券再拉高一点这样子。OK， 那我要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既然我股票也有，债券也有，那我动态提领是要从债券领还是从股票领？因为实际我要卖的时候，我就是那个标的不一样嘛。对，好问题啊就是原则上股债比例的提领在机器人理财里面，它其实是平均领的对，它不是卖掉任何一档股票，或是卖掉任何一档债券，或是卖掉什么比较赚钱的什么留下亏钱的，它不是这样的逻辑。它的逻辑就是它会按照比例平均的卖出所以当你今天要动态提领的时候，你是要提部分比例出来那这个时候它赎回的时候，它会帮你算你这6档标的里面，假设有3档是股票，3档是债券，那它会平均的在这个3档股票跟3档债券里面去算好应该赎回的比例然后平均把它领出来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最正确的做法好，这样的话会控制它的股债比例，因为你全部卖掉股票，那股债比例就大大偏离对不对？你全部卖掉债券，那债券就大大偏离所以它其实是要按照比例卖所以为什么它需要机器人理财？因为自己在那边24小时算很困难了解，所以它需要有一个系统24小时监控，太多数学题要解了，对，太多数学然后帮你算所以其实也是因为现在这个 AI 的年代所以才会有这种动态提领可以很轻松算出来以前的年代当然你就只能固定提领，那现在因为有这种演算法，像蒙地卡罗演算它可以帮你算资产耗损几率有多高你如果提领这笔钱出来之后，你可以重新计算你的投资成功几率有没有大大的降低你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这个提领到底健不健康适不适合你对，所以你其实是需要有一个系统帮你算是一套会呼吸的系统不是一套好像很固定的系统因为人们在心理学上人们有一种损失规避的这种心理状态好，这其实是诺贝尔学者他们推出的一种心理障碍，就是说你会觉得你今天要损失一笔钱，这种痛苦会是你得到一笔钱快乐的2倍我们知道这是一种概念，大家讨厌损失，对，大家讨厌损失，所以你知道你在退休后的提领，假设你今天可能你有3000万，那你提领了900万出来，你剩2100万，你看到股市在跌，你不会想说我还有2100万，你会想糟糕我已经领出900万我有大大的损失了你就会有这种忧虑所以其实人们因为有这种忧虑，你在动态提领的时候，它其实是在控制你的投资成功几率它会去算你的资产耗损率是有多高那你就会比较安心因为你看到这个科学的数字告诉你你这个成功几率还是很高，那你是不是就会比较安心就算你已经把钱领出去，就算现在市场在下跌，你还是不会有这种很可怕的心理障碍你还是会觉得比较安心所以它是因为用这样的方式才可以让人们很安心的去做动态提领那我想问一个更实际的，我的退休每个月都要花钱，我是应该在每年1月1号把它全部领出来还是每个月1号领我当个月要用的钱，哪一种在模拟上是比较好的状况好，我们直接讲答案就是每个月领是最好的每个月领，每个月领是最好的。我的想象里面是要每个月1月1号领每个月领是最好的，每个月大于每季，大于每半年，大于每年对，那我觉得这跟心理还是有点关系啦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每年领的话，其实你又不是
一次就把这一笔钱花完，所以你剩下的钱变成放在账户里面，没有办法长期复利，有点可惜。那第二个，在人们的心理上，你有一笔钱通常会很容易就花掉，所以搞不好还没到12个月，你其实3个月就把它花完了，所以你每年你其实对你没有比较好。对，那你每个月或每季我觉得都不错。那每个月每季的话就有点像，因为你退休后啊，你会让自己维持好像每个月都有薪水进来的感觉。确实你会比较安心。跟以前很像，就是我每个月都有钱。对，确实你就年终奖金一领到就把它花光了，对，就花光了。所以你每个月有钱，你会觉得好像就是还在领薪水的概念，所以你也不会就是大笔花，突然爆冲，对，也不会爆冲，因为你其实下个月还会有一笔钱进来，所以你就会安心的去领这一笔钱。所以我觉得在心理状态上，其实每个月领会是比较好的一个做法。但是你可以每年检视一次你的投资组合跟资产配置，好，因为市场的变动很大，所以你每年检视一次，那每个月去领，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想最后问一下，就是说现在我相信很多观众跟听众都想要有在思考退休这件事，有可能是提早退休啦，然后他们也会担心那种花大钱的那种状况，就是观众听众们都离退休还有一阵子，到底有什么东西就是他说我要留一笔钱来做紧急预备金，那通常会有什么样的状况是会花到这些大钱的，哪些钱是这种大条的，然后我觉得大家需要一点心理准备，就是就这种退休规划来讲，大概心里要去怎么思考这件事，就是有什么那种花大钱的状况是我们要考虑的，然后真的花了大钱以后，我应该怎么样再检视自己的东西，因为那笔大钱可能是100万200万都有可能，如果发生这种事情，我应该怎么样去思考我的那个资产的规划这样子。我觉得花大钱这个比较像是一些非经常性的支出，对，一次性的比较多，对，一次性比较难控制。譬如说医疗，我觉得医疗有时候我们平常没有生病的时候觉得还好，对啊，但是一旦万一生了一个什么大病，那就是一个很大的支出，所以这种大钱就需要像刚刚那个第一个水池来指引，好，不要去动到你平常在领的这种现金流，那你就要这个水池来指引。那第二个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在我们还没有退休的时候，可以考虑这些大钱要大大的降低这个支出的话，可以现在就先去做保险。对，我自己觉得保险是一个很好的控制非经常性支出的一个很好的保障。对，没错。对，因为譬如说医疗，那真的有一天不幸发生的这种医疗支出的话，那保险就可以帮你 cover， 那这个时候就不动到你的退休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提前预防的。那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种非经常性的支出。那另外一个就是长照，然后我是觉得长照也是每个人都要考虑的，就我们每个人都会老，对，都会有一天，因为我们现在少子化，其实小孩都不多，好，那就是要考虑到说你自己未来的退休生活，长照可是一笔很长的支出，而且有可能它是一个蛮大的费用，所以这笔费用也要考虑在你的退休动态提领的这个因素里面。那其他我觉得可能就是每一个人的个别状况去考虑啊，比如说有一些还要一些孝亲费啊，有一些可能要帮小孩买房啊，给他创业基金啊，真的，我们爱小孩啊，可能会给他这些，那这些都是一个比较非经常性的支出。那对一个基金理财来说啊，其实非经常性的支出在动态提领里面是很容易可以算出来的，也就是我今年每个月我都固定领50万，但是我可能在第2年、第5年、第10年，我可能要额外有一个300万要花，或是200万要花。其实他可以马上就去测试一下，我可以把这个钱安全领出来的成功几率有多少。那这样你是不是会比较清楚？因为它会模拟市场可能1万次的走势，去确保这一些钱领出来的时候，你的成功几率不会降低，还可以稳稳的维持你未来的退休生活。所以你如果有这种大的经常性支出的话，可以透过动态提领的方式去看这个成功几率，这样应该就会比较安心一点，知道可不可以花这个大笔的钱。对，我开始渐渐了解到这件事，就是杨总一开始有讲3个水桶嘛，然后第3个水桶说我突然抽了一笔钱，那我成功几率有没有变化很大？这很像我戴一个比如说运动手表，比如说我很喘的时候，那我心率到底是多少？有一个实际的数字，其实你会比较能够安心。没错。所以这种退休其实不只是就是股市好坏，然后我觉得我存够，
对，或者是有股息可以 cover， 还要考虑的东西很多，通膨啊，临时的支出啊，还有一些护栏啊，动态提领，其实相对还蛮复杂，而且每次有新的状况出现，我们可能要重算，这也就是 AI 或者机器人理财可以帮助我们的地方。没错。好，我们今天谢谢杨董事长跟我们谈这么多，我觉得深受启发，而且我觉得很反直觉的事情，希望大家能够有所帮助。谢谢大家，谢谢杨董事长，谢谢大家。